我是小安，欢迎来到妈咪老板。今天我想要跟你们讨论一件每一个妈妈们一定会遇到的状况，就是婴儿睡眠的中断。你们现在有没有遇过这个状况呢？因为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状况。所以我就想要跟你们分享，因为我想说，最近我的宝宝都没有很稳定的睡觉，然后他本来都是过夜，但是最近他都是晚上一直起来，第一次就是起来喝奶奶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突然开始哭了，然后我要给他他的奶嘴，他才能继续睡觉。就别想说一夜我就要起来好几次，所以早上我起来好累，然后我想说他最近怎么会这样子呢？然后我都想要给他睡午觉，但是睡午觉也好困难的让他睡觉，然后他就是睡一睡就起来了，就还不到半个小时，所以我就想说奇怪，这怎么会这样？所以我就是后来去网络查一查，就发现，好像是婴儿的睡眠中断。那其实这个有很多原因。那其中一个原因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宝宝现在的状况，就是婴儿的睡眠倒退。但是这个我会在另外一个影片多解释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5个原因，你们的宝宝有这个婴儿睡眠的中断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是睡眠的倒退，它可以是很多原因，为什么宝宝没有过夜啊，或是睡觉很难睡觉，然后他白天的时候都一直闹脾气啊，然后看起来很不舒服。所以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些原因，那你们才能比较了解你们宝宝为什么他没办法过夜，或是他很难的睡觉，那你们才能找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你们知道为什么宝宝是这样子。好，但是我们开始这个影片之前，希望你们可以去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那婴儿睡眠的中断的第一个原因，可以是因为他的牙齿的关系，所以他到了大概6、7个月后，他有可能会开始慢慢的长牙齿。那我的宝宝目前还没有长牙齿，但是这个也可以是一个原因，为什么宝宝晚上的时候会起来，或是白天的时候他会一直闹脾气，然后很不舒服。那其实怎么知道是不是牙齿的关系呢？有几个方式可以看得到是不是这个。第一个就是晚上的时候他睡觉，如果他过夜的时候，他就是在不稳定的时间起来，就是比方说他本来是凌晨的3、4点起来喝奶奶，然后他现在是可能3点或是5点或是6点，那这不太稳定，所以你们就知道，有可能是这个牙齿的关系。因为如果不是牙齿的关系，其实他会比较稳定的起来，然后在12点之后呢，他每1个到1个半小时起来，那是正常的。那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他白天没有原因，他就开始闹脾气啊、哭啊，然后都一直不开心啊，那就是可能他在长牙齿。而且另外一个方式比较明显的就是他的牙龈会肿了，然后也会红红的，还有你可以在牙龈下面看到有一个牙齿，那就是有可能他的不舒服就是因为在长牙齿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宝宝可能生病了或是感冒了，所以这个比较明显一点，就是他可能会咳嗽啊，或是发烧，或是不想吃饭，然后也不想睡觉，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，就是可能带他去看医生。
好，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关于睡午觉，因为呢，宝宝越来越长大，宝宝从4到6个月需要睡午觉3到10次，需要睡午觉的越来越少。那比方说6到9个月，他会从3次到2次的睡午觉，12个月到18个月，他就会需要1到2次的睡午觉。他越来越长大，就会不需要睡午觉。所以你们可以看，如果他晚上比较难的睡觉，是可能因为宝宝白天的时候睡太多了，所以他晚上的时候他就不累啊，所以他就不想睡觉。所以你们可能可以看到他宝宝年龄的这个时段，他需要睡午觉几次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宝宝在这个年龄的时段，他在学一个新的技巧，像宝宝是不是会开始翻来翻去啊，或是趴着啊，或是走路啊，这个都是一个 milestone， 就是在他的年龄他就会学到的一个新的技巧。所以如果他晚上很难睡觉，也是可能因为他的脑袋太 active， 因为他就是一直想要去学会这个新的技巧，所以他们晚上的时候，宝宝就会想要继续学习这个技巧，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睡觉。那这个可以怎么解决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在白天的时候好几次，就是让宝宝去自己学会这个技巧，让他比较累，让他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有一点无聊，就是已经快学会了的一件事情。他晚上就是会比较累，然后他也比较好的睡觉。那最后一个原因就是，好像我现在宝宝的状况就是婴儿睡眠倒退。这个的意思呢，就是宝宝会到一个年龄的时段，他们就会开始有比较不稳定的睡眠习惯。那这个其实好像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，通常是4个礼拜到6个礼拜。但是很重要的是，你们要去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就是睡眠倒退。你们才能去帮忙宝宝拖过这个 phase。宝宝睡眠不稳定的这个事情就会延后到太久了，因为不只会是4到6个礼拜，所以很重要你们知道这个睡眠倒退的一些symptom， 一些状况，你们可以知道哦，我的宝宝现在是在过这个 phase， 所以我要怎么去帮他？那这怎么可以看到呢？通常他们会有这个 phase 从3到5个月，这是一个时段。另外一个时段是7到10个月，另外一个是18个月，还有2岁。所以在这4个时段呢，他可能会遇到这个睡眠倒退。那有一些宝宝，他们就是很容易的就过了，也还不到4个礼拜，或者还不到6个礼拜。但是有一些宝宝，他们就是比较难的去过这个 phase， 所以他们就会延后到比较久。那我会在下一个影片跟你们说一些可以帮助过这个很困难的一个 phase 的一些技巧，你们才能帮助你们的宝宝比较快的找到一个稳定的睡眠习惯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希望这5个原因可以帮助你们找到为什么你们的宝宝没有好好的睡觉，或是睡眠很不稳定。那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在留言区问我，那我会尽量回复你们。那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或是什么困难，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讨论。那我们就是尽量多一起帮忙，一起加油。我
们才能好好的陪我们的小孩长大咯。好，那记得去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你们的指示，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